今天虽然讲的是电梯管理费，一楼也要负担，有判例了，但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反映在哪里？反映在户数少，所以你做什么东西都很贵，然后你的社区会更难去保持那个品质。所以我一直都在提倡你要买，你就是买一个管理费还有个200万以上，管理没有烂掉的大楼，120户以上的大社区就是这样，这样你遇到的鸟事才会少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那个一个社区人太多，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那大概100户、200户，这个很 OK， 很刚好那只要你的管理费你分担下来也不痛，那你就会缴。然后这整个社区大家都有在缴，管委会就不会失能，不会失能的话，东西坏了都有人修，你的房价就会受到保障真的是这样你要电梯大楼的话，一定要记得去看，其中一项就是这个管委会有没有烂掉如果没有烂掉，你才考虑不然之后真的很麻烦。你觉得没有搭电梯的人，他要不要付电梯的保养管理费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房子会不会贵到买不起，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住1楼需要付电梯费吗今天来聊一个常见的问题就住在1楼的大楼1楼的住户他是不是要付这个电梯的维护费，就管理费有没有打折比较便宜这样？那通常这个问题会发生，比较容易发生在华夏，没办法，因为华夏的户数太少了。那如果就要养电梯那你要分摊这个钱，确实是会比较痛。那就有些人认为既然1楼的住户不使用电梯，那他们就不应该支付这个费用。好，那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他自己就住1楼他就不想付。好，那这个逻辑是说谁使用谁付费嘛？这种做法不是没有有些华夏会这样做就是不给1楼电梯持卡就不给1楼的住户他们持卡。如果他们要到地下室的话，就自己走楼梯那如果要用持卡的话就是要跟管委会借，然后以次计费这样。那另外也有说法，就是说电梯是整栋大楼的公共设施整栋的，其维护费用应该就是所有住户要怎样共同承担。就算1楼的住户他几乎用不到这个电梯，但他们的访客有可能会用到之类有没得所以还是要支付电梯的费用，可能打个折协调好就好。所以你要知道政府是怎么规定的那如果依照公寓大厦管理自治条例那公设用电修缮等费用就是住户要怎样共同承担。所以不管你今天有没有用到这个公设等到需要维修的时候你要一起出那如果你不想出的话那管委会或是你的邻居是可以依照民法第179条的不当得利去对你进行一些动作的因为你确实是有享受到这个好处的。而且这个提告居然是已经有判例了已经有判例了你看来那个标题叫做住1楼不想付电梯钱，他为了6万块被管委会告，结果他一个理由输了就这样他这个新闻里面讲的事情是他被判赔63947要给管委会，然后就说他用不到电梯，可是法院是认为说社区的用水就仰赖水塔，那设备的清洗需要透过电梯才能抵达，所以很难认定说1楼房屋它完全没有用到这个电梯的需求，它确实在享受那个电梯的好处，他就这样所以判决已经下来法官的说法就是洗水塔的时候师傅也会打嘛洗水塔那个水你有在用嘛那代表的是这个电梯怎么样有影响到1楼住户的生活让你生活变好，所以你不能够有好处然后你不付，这样1楼被判败诉那对这个蛮合理的对，只有一种人会说这个不合理，就是那个住1楼的。好，就这样，法院就是这样嘛，就是两边一定有一边不开心不满意嘛就这样。好，那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付钱就是你们的管委会有开会特别通过住1楼的用户免缴电梯费用那并且这个会议有做记录的状况之下成立，这个才算有效。最后你要知道，公共设施的钱本来就应该要付，虽然我认为这个逻辑其实蛮奇怪的，怎么还会有人想要不付？因为那个就是公设嘛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很亏的话，那你就不要买1楼嘛因为这个说法是可以无限扩大的。例如说我住1楼
我都去追垃圾车，我都没有用到大楼的垃圾间，管理费可不可以比较少？那个邮差送包裹可以直接丢在我家门口，所以我不会用到那个管理员所以我不想要缴管理费，管理费应该比较少，就一直无限延伸下去然后大家就在挥，比方说。那1楼可以这样那我住2楼我只会偶尔搭一下电梯那10楼搭比较久所以10楼要付的比我还多，所以我的管理费要打折，那么有没的，对，这个要挥不完这样讨论下去很容易发生一个状况，叫做管委会失能那你这栋房子就管理就很烂很烂，然后脏脏旧旧的，你自己也住不舒服，然后影响到房价。以后卖也很不好卖，而且你的社区变得很有名，人家一听到那个社区不要那就很难卖。你实价登，人家都在爬，按起来躺在地上，就变成说你附近的社区管理 OK 的他们实价登一直往上冲，你的实价登就趴在地上喘就没有什么人要管你这一栋，你会很难卖最后吃亏的也是你自己，所以该付的钱你就付一付，你多凹那个几万块，你也不会变有钱你也不会被后压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住1楼需要付电梯费吗？我先跟你分享2派的说法一派是说根据这个使用者付费的原则，1楼住户他就不想要去支付这电梯。那另一派是认为电梯也是公设的一种所以所有的住户都应该要共同承担来维护，好，所以要缴钱。那根据公寓大厦管理自治条例的规定无论住户是否使用电梯，都需要共同承担维护费用。如果不愿意支付民法179条不当得利这有判例我比较意外是这有判例好，那我的建议是该缴的钱还是要缴。如果大家都不缴钱，管委会失能，那管理大楼的管理一旦管委会失能，这跟少子化一样，就是一旦发生几乎是不可逆的，几乎是它不会再好回来的那这就会严重冲击这个社区的房价，真的是这样。你看一个电梯大楼，电梯坏了没人修，已经2个多月了，你房子要怎么卖最终还是会损害到这些住户的利益。最后我想问你你有听过其他住户就不想缴钱的例子吗？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如果你想要听更多的买房的细节的话，记得订阅加按赞或是加入我的付费频道会员，里面会分享更多那种不太能公开说的房地产八卦，讲八卦。其实一般大楼1楼住户的管理费确实是会比较少我说的是住宅不是什么1楼还做店面的那种，这原因很简单，就真的没用到什么电梯所以管理费可以便宜一点。真正在吵架的真的都是华夏就10楼以下含10楼以下，华夏它怎样，它住户就少，那就变成说几户人家就怎样，就必须要去养那只电梯就会显得很贵，并且很多户数少的华夏保全都怎样要么就没有那个铁门大家钥匙这样要么你就那个保全只有白班只有白天会来，然后夜班的时候没办法请太贵了啦。你看你就华夏可能左边7户右边7户，好，就这14户要养一只电梯跟24小时制的保全，你看那个管理会飙高到什么程度？对，然后晚上就没人就锁起来，这些都是少户数会遇到的状况。我有个朋友就是典型的台北市新盖的大楼案他户数很少，不到50户。那建商在卖房子的时候，什么都好的，看来都很满意交屋2-3年然后这个从建商手中接下来自己去成立了管委会之后，问题就来了。因为少的户数就必须要去负担那个电梯跟24小时的保全，很快就有人欠缴有没的，然后保全立刻砍到剩白天结果好的新社区连订外卖都很不方便外送人都要下来等，因为新大楼它晚上怕危险又没有人顾嘛，所以不会把外送桌放在大厅里面因为你那个大门是要刷磁卡，住户晚上的时候刷磁卡才能进大门那外送桌不会放里面，那外送桌就给它放外面门外那就变成说你叫个外卖，你人要下来拿那听他讲开会讨论的时候说，在讨论说每个人家里要增加一个按钮，按下去大厅的大门就可以打开让那个外送员进来，这样找地方放，这样他就不会赶着需要下来拿东西，这样马上又有其他住户又觉得说不行，这样不安全那就外送桌就给他放门外就会东怕西怕流浪狗怕流浪汉什么，然后外面那么新的大楼，那么外面摆一个桌子看起来很奇怪，这样就各种不同意。老人意见最多，为什么？老人就不会叫外送他就觉得说
我就用不到，你们干嘛这样？还要他妈逼我配合哦？是超过4000万的新房子呢，就硬生生被住出了各种不方便哦，不舒服啊，就失去了24小时哦，甚至一些夜间包裹的收送。这你有个管理员，你有个电梯，这不就是你从公寓搬到电梯大楼最有感的改变吗？啊，结果就因为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户数少，做什么都很贵哦，那就干脆大家都不要做哦，生活品质被大打折扣。今天虽然讲的是电梯管理费，哦，1楼也要负担，有判例了，但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反映在哪里？反映在户数少，所以你做什么东西都很贵，然后你的社区会更难去保持那个品质。所以我一直都在提倡哦，你要买，你就是买一个管理费还有个200万以上，然后管理没有烂掉的大楼哦，120户以上的大社区哦，就是这样，这样你遇到的鸟事哦才会少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那个一个社区人太多，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那大概100户、200户，这个很 OK， 很刚好哦。那只要你的管理费哦，你分担下来也不痛，那你就会缴。然后这整个社区大家都有在缴，管委会就不会失能，不会失能的话，东西坏了都有人修，你的房价就会受到保障哦。真的是这样哦。你要电梯大楼的话，一定要记得去看，其中一项就是这个管委会有没有烂掉哦。如果没有烂掉，你才考虑哦，不然之后真的很麻烦，很麻烦哦。这我不骗你，就是这样。影片看完了哦，我是买房阿元哦。我跟你讲哦，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哦。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哦，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哦，这个房子不能买哦，那个房子适合自住哦，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哦，你先看再说哈，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哦跟追女生很像啊？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哦，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哦。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啊，也都一堆幻想哦，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哦，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哦，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哦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哦。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哦，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那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哦，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哦。但是房子哦，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哦，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哦。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哦，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哦，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哦。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哦，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哦，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啊，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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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啊，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哦，我知道台北人
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